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晶晶，晶晶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原来钟丽说的没有错，你真的是有黑暗的一面。那时候我打周一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……真的就是因为眼镜啊？为什么你一脱掉眼镜，你就那么激动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童年阴影？ 1、2、3、4，姐姐你在哪里哦？我会找到你的。姐姐，时间到了，你赢了。我的脚痛啊！我的脚，我的眼镜。姐姐，姐姐，放心，我会来救你的。上去，我痛我们就困在那里一个晚上，直到隔天早上，爸爸和邻居们才找到我们。就这样，我的弟弟的左手因为没有及时治疗，结果永远残废了。那时候你们还那么小，一定很害怕吧？自从那天起，我没戴眼镜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焦虑，很没有安全感。可是你也会有脱掉眼镜的时候啊，例如说睡觉的时候啊，洗澡啊。那是我自己脱下眼镜的，所以没有那么紧张。哦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故事。那时候终于跟我们说你揍他，我们还以为你有人格分裂症呢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？不会啊，其实你凶一点也比较好，比较坚强，懂得保护自己。我揍你，你还说好？揍人好过被人家揍啊！我相信人只有坚强起来，才不会一直被人家欺负。我看你那个熨斗应该是用不了了，我买个新的给你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买就行了。没事，这里很多款式的，过来。随便选一个吧。这个不错。哦，太贵了，不要。不会啦，你喜欢吗？什么不能买？ HDB 的记录显示，你跟你前夫一起联名买的政府组屋还没有卖出去，所以你是不可以同时拥有2间政府组屋的。对呀，我只顾着找新房子，都忘了去处理那间房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透露为什么你和你前夫离婚了那么多年，还不把房子卖掉呢？我们离婚时已经讲好把房子卖掉的，可是我前夫的收入不稳定，也没能力买房子，所以就暂时让他住下去。可是也拖太久了吧？我最后一次问他的是去年，当时他说他生意周转不灵，也还没找到房子，我就没有再催他了。他这么对不起你，你还对他那么好啊？毕竟夫妻一场，想说能帮就帮，没想到他拖了那么久，都还没卖掉，都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。Mr. Hao， 我会通知我的前夫，这间房子就请你尽快帮我卖掉。好，没问题。伟琪，他就是我的前夫国栋，他是我的 agent Mr. Hao， 我安排他帮我们卖掉房子。王先生你好。哦，
北七 ，sorry 啊，我不知道会连累到你，可是我暂时还没找到房子住，最近也有点周转不灵，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去年你是这么说，我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Mr. 豪，拜托你尽快把房子卖掉，越快越好，价钱不是问题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这里的楼层高，景色很漂亮，而且重点是这里非常凉爽。那价钱可以再谈吗 Sorry， 1毛钱也不能减。最近隔壁那座有人开价比我还高，是我 agent 说不要卖得太贵，我才没抬高价钱呢。你们还想讨价还价，根本就没有心要买啊！走走走。这房子6年前刚装修，基本上你带着你行李箱就可以搬进来了。李大人，这里靠近你的公司，上下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而且你急着搬家，这里蛮适合你。是很不错。这房子各方面都很不错，而且价钱非常合理。等一下我还有几组客人要来看，如果你们有意思的话，不如直接 offer 吧。等一下，你是做什么工的？我是在银行负责投资的。那你一定很有钱喽！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去买 condo？ 不好意思啊，他说话是比较直接一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意思就是我不想卖给你啊？为什么？如果是价钱的问题，我可以再提高一点的。你拿钱来压我，最讨厌你们这种有钱人的嘴脸，给我滚！许先生、许太太，看了你们觉得这房子怎样呢？这间我喜欢。我也觉得很不错，就决定了我们要买下这里。好，那我马上帮你们准备 OTP。等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这间房子的装潢是谁设计的？是本地著名的室内设计师陈大伟设计的。你们竟然看不出来？那么不识货，这房子我不卖给你们，你们走吧。你是故意的吗？有啊。第一个，你嫌买家开价太低；第二个，你又嫌买家钱太多。现在你还嫌人家不懂得欣赏你的房子，还瞎掰什么名设计师设计的，你这不是故意的是什么？我只是想找到更适合的买家，不可以吗？我知道你是故意找茬，你妒忌你前妻在嫁人，过得比你更幸福，所以你就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来阻止她买房子。让我提醒你，当初是你先出轨的，你还有脸霸占你前妻的房子，你真的很丢男人的脸，你知道吗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愿意配合的话，我会劝Madam Tan依照法律的程序，你等着收律师信吧。你只是个 agent， 凭什么来教训我？给我滚！我建议你直接走法律的程序，逼他卖房子。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到新房子？我问过律师了，你们打官司大概需要半年到9个月，然后你们才可以卖房子。卖房子的同时，你们可以开始看房子，加上处理买卖房子的手续，最快也是要1年。这么久，早知道那时候我就不要心软，把房子留给他。都是我不好。宝贝，不是你的错。Why don't we rent a house？ 其实你们可以考虑买公寓。condo 很贵的。根据你们之前递交给 HDB 的薪金资料，你们绝对负担得起，贷款也不会有问题。买公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你们可以考虑考虑。万一我们其中一个失业，还是经济出现问题，不能继续供一间公寓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，你们可以把公寓卖掉，只需要等15个月就可以再买一间2手租屋。你们放心，公寓的价钱一直都在涨，你们是不可能亏钱的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我可以找几间公寓带你们去看看。任品，Madam Tan 的老公一个人的薪水都不能跟银行贷款买公寓，而且 Madam Tan 的名下已经有1间祖屋了。要是他买公寓的话，
还要付17%的买房印花税，这样对他们的负担会不会太重啊？他们这么急着想要住在自己的房子，这样是最快最好的方式了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有，干脆不要买房子吧。不用骑这么快，放轻松，保持肌肉活动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不需要碰到脚踝，只要伸展到肌肉就好。谁说我做不到的？慢慢来，不要心急。一定能做到的。没事。我一定能做到的，我不能让病魔打倒。谢谢你陪我来做复健。怎么样？我介绍的这个治疗师不错吧？他很好，很有耐心，倒是我表现得很差。不会啊，你做的也挺好啊。有些动作我真的做得不好。不要太过勉强自己，像他所说的，只要肌肉有伸展，那就可以了，不用每一次都一定要做到标准动作。我是希望我的肌肉不要萎缩得那么快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怕来不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硬逼自己，很有可能会有反效果，一昧的责怪自己，对你的病情也没有帮助。你应该看看你做到了什么，而不是那些你做不到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没关系，你一定是很累了，快点回去休息吧，到家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老婆，刚才你去离婚协议书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没有问题，请你签了吧。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要的你给不了，我对你也没有抱任何希望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。难道你要的东西，那个男人可以给你？什么男人啊？刚才我看到一个男人送你回家，他叫 Paul， 是我的朋友。他是不是妈说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那个男人呢？你竟然跟你妈一样，认为我会出轨？那你为什么急着要跟我离婚呢？我跟你离婚不是有任何人介入，而是我再也受不了你。你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吗？老婆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一定要跟我离婚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就是什么都没做。打从我答应嫁给你那天开始，我受了多少委屈？这些年你做什么决定，把钱借给什么人，做什么脱口秀，你跟我讨论过吗？你妈每次对我说那些难听的话，你有我开口说过一句话吗？你只是窝囊的劝我不要顶嘴。身为丈夫，你连保护妻子最基本的事情你都做不到。更令我失望的是，你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跟任品。任品出事了，你可以后知后觉到这种程度，我找不到理由继续跟你生活下去。那如果我把这些所有你看不顺眼、不满意的缺点都改掉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不必离婚呢？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来不及？我们相安无事相处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就不能这样一直下去呢？我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在你的身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要为我自己而活。郝建，你刚才在电话中说出了大事，
到底什么事啊？丽敏说要跟我离婚了，怎么那么突然啊？只是因为她再也受不了我了。他会不会是说气话？我也以为她只是生气说说而已，可是刚才她真的拿出离婚协议书了。那怎么办？你会同意吗？我当然不想离婚啊。那就想办法挽回吧。我知道你很在乎丽敏，只要你不放弃，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受到的。可是现在连我儿子都叫我离婚算了，我真的是一个失败的老公和爸爸。如果你是失败的老公跟爸爸，那我就是失败的妻子。我老公才会在外面找女人。没有啦，我朋友还在调查，目前没有消息。其实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，搞不好你老公根本就没有小三呢。说真的，我害怕面对真相。是 Lucas。喂，老公。好，那我回家等你，等一下见。Lucas 说，他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，要带我去庆祝。看起来他对你很好啊，不像是会出轨的男人。希望吧。你也回去好好的跟丽敏沟通，女人总是比较心软的，我相信一定有办法挽回的。好，我会加油的。喂，文平，要咖啡吗？我帮你冲一杯。静静新买的咖啡豆很香哦。哦，不了。哎，你有看到沈宝佑吗？他早上有来过啊，不过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是不是去见客户了？见鬼了！我又不是你们这里的员工，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啊？你的同事不是在这里吗？你不会问他。你帮我跟我的同事说，如果每天这么有空的话，就去见见客户，找找房源，不要整天无所事事的，整天 close 不到 deal。你跟我的同事说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只是运气不好，所以才没有 close deal 的 ，OK？ 你跟我的同事说，不要把自己的懒惰拿来当借口。公司的冷气还有咖啡都是需要钱的，如果对公司没有贡献的话，好意思啊，喝免费的咖啡吹冷气。你跟我的同事说啊，走掉了。秋，来，喝咖啡，来。我才不稀罕，要喝咖啡我自己不会买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跟他计较啦啊！发生这种事，他心情一定很不好，更何况他生日要到啦。他生日关我什么事？他已经那么可怜了，一定要帮他庆祝一下。哎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 JB 一日游。不要啦，做 customer 很麻烦呢。不如我们去唱 K 好了，疗愈身心，疏解压力。不要啦，唱 K 很无聊哎。见鬼啊你！这个不 OK， 那个也不可以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有没有诚意帮 brother 庆祝生日的？喂，没有心情啦，我去见客户了，免得有人说我懒惰。小气鬼 ，weak。下午茶时间，我买了 muffin， 大家过来一起吃。这家很出名的，我们排队排了半个小时才买得到，你一定要 try。对呀，不吃会后悔死哦。来，哎呦，好有默契哦。好了，不要抢，一人一半，感情不散。谢了。哎，对了，文平，你今晚有没有约啊？没有。那太好了，我们今晚就去你家吃火锅，庆祝你的生日。太好了，我很久没有吃火锅了。不用了，庆祝来干嘛？不庆祝生日是富二帅的专利，你要学他。而且我们也可以庆祝静静搬新家，一举两得。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
那下班后我跟静静就去超市买火锅料，文平你就回家准备锅子和餐具，富二帅，你负责饮料。我都没有说我要去。人家寿星都说 OK 了，你干嘛那么扫兴啊？小气鬼！我不是小气，我只是不想见到那个女人。你放心，雷不在家。那我考虑一下。考什么考啊？考你的头！一句话，on 不 on？ 完了完了。啊，麻烦我可以看看这一条领带吗？谢谢。啊，这条领带看起来不错啊，我儿子应该用得到。不过爸爸送儿子领带会不会很奇怪啊？领带通常好像是老婆送给老公的哦。不好意思啊。阿健，你叫我调查的卢克斯劳，他果然有婚外情，出轨对象就是他的私人助理。下次谁再说在家里面煮火锅啊，我一定举双手双脚反对啊！见鬼了，只是叫你切几条 hot dog 几根蔬菜，你就嫌累，那个不听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下厨哎。哦，原来是富二帅的处女座哦。寿星，一定要好好享受哦。雷啊！什么？雷恩呢？雷在哪里？叫他出来！老爸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雷要去马来西亚出差了。他骗你的，他根本没去出差，也没跟那个小王分手。不信你看。爱的浮夸，只是不想自己接伤疤。懒得挣扎，往往都是怕付出代价。所以我说人啊，总是相爱相杀，然后怪命运不佳。